刚才好像脚踩到什么东西，脚滑了。宝贝，这肯定是宝贝。想不到上山砍柴竟然能捡到这样的宝贝，他一定能卖很多钱。娘的汤药钱，家里的粮食，过冬的棉衣，都有着落了。松软，无比的松软。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会这样？糙米是我蒸的，饭团是我做的，为什么今天的饭团这么好吃，还能暖人身子，帮人恢复力气？难道是因为他？5年不见，青山都长这么高了。二叔，娘，你能起来了？多亏了你二叔，他给了娘几粒药丸子，娘只吃了1粒，不大会儿胸口就没那么闷了，身上也有了点力气，能坐起来了。嫂子服用的是益气丸，此药乃是我们五元门炼药堂的药师亲手炼制，功效非凡。不敢说活死人，但肉白骨治败病，补血益气却是不难。嫂子这病根子在元气亏损，气血两说，1枚益气丸便可大大缓解病情。明后日再服用2枚，定可痊愈。好小子，不但长高了，也懂事了。我听你娘说了，这1年苦了你了，照顾弟弟妹妹，伺候你娘，这种鬼天气还上山砍柴补贴家用，像个顶门立户的男子汉了。这样的好孩子去了五元门，一定会有大出息。去五元门？叔叔要把青山带去帮派？没错，嫂子，我这次冒着风雪赶回来，就是因为眼下有个天大的好机会。我们五元门的炼药堂近日正在招收学徒，我打算把青山带去五元门做炼药学徒。青山，你现在也长大了，跟二叔出去闯一闯，也好见见世面。二叔，如果我跟您走了，娘的身体刚好，弟弟妹妹们年纪又小，家里没了牢在家里吧，往后日子怎么过？听说那些江湖帮派十分凶险，我怎么放心让他去那种地方？嫂子，青山，你们先别急，听我把话说完。嫂子，这里是50两银子，我本想带回来给哥哥，让他把家里翻新一遍，盖几间砖瓦房的，可谁知，房子就先别盖了。嫂子且将这些钱拿去做日常开销，足够用3、4年了。青山，你留下砍柴，1年能挣几个钱？但你要是去了炼药堂，那便大不相同。只要你能学成，成为正式的炼药师，往后每月明面上就有10两银子的利钱，这还不算那些私下里求药、请托的收入，7七八八加起来，1个月至少能挣这个数。20两。至于安全问题，嫂子就更不必担心了。炼药堂是我们五元门的宝贝，里面的炼药师和学徒个个都被保护得严严实实。他们的活儿就是待在守卫森严的帮派深处，安心炼制丸药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完全不需要出去打打杀杀，安全得很。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，每年的学徒名额都抢破了头。青山，娘听你二叔说了这么多，心里大概有了底。可这是你的路，终究要你自己拿主意。你是怎么想的？娘，二叔说的对，我砍一辈子柴，也不一定能让您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。去五元门，有机会成为炼药师，挣大钱，让家里彻底翻身。我想去，我想跟着二叔去闯一闯。好，既然你决定了，娘支持你。到了外面，一定要听你二叔的话，万事小心。哥哥，听你二叔的话，照顾好自己。娘，您保重身体，我会尽快捎信儿回来。嫂子放心，有我在，不会让青山受委屈。我们走了。二叔，那五元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？五元门成立至今已有近50年，咱们的老帮主名叫何修远，他老人家是一位了不得的人物，是一位仙师。老帮主竟然是仙师？老帮主仙缘深厚，虽然后来回到了世俗，但也学了一身神通广大的本事。五元门便是他老人家凭着那些本事一手创立的。不过老帮主如今岁数大了，早已不管俗事，现在掌管帮务的是老帮主的儿子，现任帮主何威。现在的帮主也是仙师吗？那倒不是，仙缘难得，但帮主毕竟是仙师子嗣，天生神力，一手烈火刀法更是出神入化，罕逢敌手。烈火刀法是能喷出火来的刀法吗？傻小子，只有仙师才能驾驭火焰，是指其气势如同烈火燎原，不可阻挡。当年帮主曾凭此刀法连斩7名敌对帮派的高手，一举成名。二叔，你也会这么厉害的刀法吗？我练的不是烈火刀法，而是青木剑法。
这剑法看起来不如烈火刀法声势浩大，但讲究绵密悠长，防守起来密不透风，攻击时如藤蔓缠绕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同样非同小可。想见识见识？青山，看好了。二叔，您太厉害了！这算什么？在五元门里，比我实力强的人还有不少。你二叔我这点本事，混了多年，也才勉强当上个小头目罢了。咱们五元门之所以叫这个名字，便是因为门里有5大绝学，据说都是老帮主根据仙人法门简化改编而来。除了我刚才说的烈火刀法和青木剑法，还有刚猛无比的金刚拳、防御惊人的龟神功，以及灵动异常的凌波步。正是凭着这5大绝学，五元门才能打遍方圆百里无敌手，雄踞一方。二叔，我去之后也能学这些厉害的武艺吗？当然能。只要加入帮派，就能任选一门绝学开始修炼。而且帮规虽然严禁将武艺外传，但内部弟子之间互相切磋学习却是允许的。所以理论上5大绝学你都能学到。不过贪多嚼不烂，寻常人能将一门绝学练至纯属已属不易，精通都学，哪怕是样样稀松了。那我该选哪一门呢？想选什么就选什么，不必太过纠结。你是要去炼药堂的，不需要打打杀杀。最重要的还是认真钻研药理，学习炼药技艺，早日成为炼药师，那才是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我这是捡了个了不得的宝贝啊！这个无法想象的宝贝，天赐的莫大机缘，自己必须要牢牢把握机缘，并死死守住这个秘密。自己必须要牢牢把握机缘，并死死守住这个秘密。瞧，前面就是我们五元门的根基所在了。没想到吧？咱们五元门可不是那种几间铺子、几个小喽啰里的寒酸小菜，而是事实上在这方圆百里之内，无论是大小家族还是富商豪强，且很多势力都得看我们五元门的脸色行事。那边就是我们虎啸堂的地盘，你以后若有急事，可去那里找我。那座山上便是炼药堂，时候不早了，我现在带你去报道。炼药堂结构简单。堂主之下便是30余名正式药师，以及像你这样的炼方学徒。炼药堂考核非常严格，每批送上山的学徒都有好几十，最终能成功晋升药师的10不存1。青山一定要刻苦学习，若最终成不了药师，便只能被分配到其他堂口苦练武艺，日日与刀头舔血的日子打交道了。黄药师，劳您久斗，这就是我侄儿石青山，以后就麻烦您多多费心教导了。多多费心教导了。这位是负责管教你们这批新学徒的黄奎黄药师，以后要好生听黄药师的话，用心学，那就有劳黄药师了。告辞。这是你们炼少学徒的身份牌，收好。住处安排在丁字院7号房，你们3人一间，正好。每日早饭后会根据安排进行学习，一直到晚饭，晚饭后自便。去吧。黄药师，俺们什么时候能学那厉害的武艺啊？进入炼药堂，心思当专注于药道，何必总惦记那些打打杀杀的本事？若真喜好舞蹈，何苦来炼药堂？不过帮内规定，新入帮者皆可选一门武艺修习。既然如此，你们现在便选吧。俺选金刚拳，听着就威风。我选青木剑法。弟子可以不选吗？弟子只想心无旁骛学习炼药，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药师。实在不愿在武艺上浪费时间。不必说这些豪言壮语，能否留下，还得看你1个月后首次考核的结果。时候不早了，速选一门。那就选凌波步吧。去吧，自行去找丁字院安顿。还不知道2位怎么称呼？来自何处啊？石青山，来自大石村。俺叫牛大春，牛家温的。我叫赵明轩，来自同安城赵家。2位可曾去过同安城？听说过我们赵家？同安城都没去过。同安城可是咱们五元门周边最繁华的城池，酒楼、茶馆、戏园子，什么好玩的都有。我们赵家在城里不敢说首富，那也是排得号的。我平时出门都有丫鬟小厮服侍左右。哎，就是这五元门规矩大，连丫鬟都不让带，真是的。这怎么住人？俺觉得挺好嘞，比俺家那土炕平整多了。是挺好，我在家还得和2个弟弟挤一张床，被子也没这个厚实暖和。咋全是字啊？只有几张图，剩下全是字，俺就认得几个。很多字我也不认识。先前看你们那么积极，我还以为你们认字呢，连字都认不全，还练什么武艺？习武打斗多危险呢！咱们就该好好学炼药术，
等学成之后，便回到家族里做药丸生意，那才叫一本万利。牛兄弟，你喜欢练武，我这本也给你练吧，反正我对这些也没兴趣。俺不要，俺就喜欢金刚拳。师兄弟，你要不要多一本秘籍，多一种本事嘛？如果把武功秘籍放到白玉盘里，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？好，感谢赵公子。来了，快去！看这架势，去晚了怕是汤都喝不上。对对对。同安城有高高的酒楼，琳琅满目的商铺，我们赵家富贵无比。我平日被丫鬟伺候的妥妥帖帖。所以说，融合后的东西就不能再次融合了。凌波剑法，这宝贝也太牛了，这武功秘籍都能融合。嘿，我也要练武。嘿，你不是选的剑法吗？咋跟俺练起拳来了？我没有剑，怎么练剑法？先跟你练练拳脚，打摇一下力气再说。也是，那咱俩一块练。这图上看是这么打的。你们两个练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张牙舞爪的。俺们在练金刚拳啊，你看。虽然我没练过，但也常见家里的护院练武。你们这架势，连那些普通的拳脚功夫都不如，怎么可能是金刚拳？把你那金刚拳拿过来，我瞧瞧。看这里，气沉丹田，力从地起，出拳的时候腰腹要稳。还有这句步随身换，拳随腰发，脚下要动起来，配合出。你也给俺念念这青木剑法呗。兄弟，我这凌波步该咋练啊？我这规矩化的字我倒是认识，就是不明白啥意思。各位莫急，今日我便先将这金刚拳读给大家，明日再为大家讲读其他武艺。有我赵明轩在，大家肯定都能把自己的秘籍学明白。金刚拳讲究刚猛，以力破巧，你们需要将全身力气汇聚于拳上。要。这字像跳蚤一样蹦的，俺一个也抓不住。开始吧。考核第一项，默写。我念药材名，你枚出其与名称，并注明其药性。念到名字者通过考核，可入下一阶段；没通过的安排至其他堂口。赵明轩、张德明、石青山。终于通过第一阶段的考核了。通过者今日便可搬入丙字院。丙字院除这间房屋外，其余皆为学徒宿舍，都是单间。终于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了。青山，赵公子，俺这就要走了。大春，保重。喏，拿着，这是上好的跌打损伤油，同安城回春堂出的，活血化瘀有奇效。这太贵重了，俺不能要。让你拿着就拿着，这点东西对本公子来说算得了什么？谢谢赵公子。大春，你要去哪个堂口？虎啸堂，俺舅舅在那里。虎啸堂，我二叔也在那里。正好，我先去丙字院安顿一下，然后去送你，顺道去看看我二叔。同去同去，在这炼药堂圈了1个月，都快憋得长毛了，正好趁着机会出去透透气。这才叫练武场。俺一开始就不该去炼药堂受那鸟气，直接来虎啸堂多好。那是俺舅舅。舅舅！闭嘴！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被淘汰了。不成器的东西，这么好的机会都抓不住，真是笨死算了。舅舅，俺还是觉得习武有意思，来这儿挺好。这是俺在炼药堂认识的好朋友石青山、赵明轩，他俩都通过考核了。人家都过了，就你不过，真是废物！滚那边蹲马步去，没我的吩咐不准起来。两位小兄弟，多谢你们还专程送这憨货过来，让你们见笑了。魏叔，
请问我二叔石柱住在哪里？石柱兄弟是你二叔，我叫魏峰，和你二叔是过命的交情。哎，我外甥被刷下来了，他侄子却通过了。指不定那家伙见了面要怎么跟我显摆呢？沿着那条小路走，看到一个门口有几块大石头的小院，就是石柱的住处。多谢魏叔。青山，你进去吧，我就在附近转转，赏赏景，等你出来。青山，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？二叔，我通过第1阶段考核了。好小子，真有你的，给二叔长脸了。你小子运气好，这是门里刚发下来的，正好给你打牙祭。二叔，您的待遇真好，有自己的院子，还有烧鸡吃。我这算什么？你要是成了制药师，那院子比我这宽敞多了，待遇更是天差地别。好好干。二叔，我现在在学识字，需要些笔墨纸药，另外还想要2把剑。哦，你选了青木剑法。笔墨纸砚我这里没有，等下次去城里采购给你送去。这是2把普通的铁剑，但给你练手足够了。不过你要记住，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炼药堂的考核，成为药师才是正途。练剑强身健体可以，别本末倒置。我明白，二叔。我有个朋友还在外面等着呢，我想把这些带给他尝尝。还不错嘛，这么快就交到好朋友了。去吧，找个僻静无人的地方，把2把铁剑一起放在白玉盘里，看看会发生什么变化。这白玉盘真是神物，能融合提升兵器和秘籍的等级，绝对不能暴露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白玉盘的作用，否则杀身之祸。该去找赵明轩了。这是你二叔给你的？我二叔给我的。这是百段金刚才能有的质地和纹路，你瞧这寒气。青山，你二叔对你可真是下了血本了。这样一把金刚剑，放到同安城兵器铺里，起码得卖20两纹银。赵公子，走吧，我们回秉字院吧。走，我等下回去好好睡一觉，你等下吃晚饭叫我。好。开饭啦！赵公子，吃饭了。肉，是肉。天啊，白米饭！我终于吃到白米饭了。秉字院只有伙房，没有饭堂，你们拿回自己屋里吃去。吃完把碗送回来，洗刷干净就行。好了，可以拿米饭跟肉拿回去给白玉盘加工，效果暴增。这米饭吃了，感觉一身的疲惫都消失，一身有使不完的劲，太神奇了！小腹暖流缓缓消散，融入周身。此处是处理药材的乙字院，你们第2阶段的学习任务便是药材处理与工具掌握。其一，药材辨识进阶，需学会辨认新鲜药材，区分根耕叶花果。药材辨识进阶常用药材初步加工，基础火候控制。最后炼制药丸，持续1年半年，1年半后进行最终考核，不合格者后果你们清楚，安排至其他堂货。啊，可以融合培元丹，培本固元，调和灵力，适合炼器1至6层修士服用。灵力、神识、修士，这培元丹是给仙师服用的。我根本没有什么灵力与神识，不可能炼制，可惜了，先不管它了。赵师兄，你看这里。进来。终于都炼制完了，
凝血散上品，壮骨丸中项，益气丸上品。此成绩在历次考核中已属佼佼者，通过考核应无悬念。自丁字亭启蒙至今2年又1个月，你们的勤勉与坚持，我与诸位同仁皆看在眼里。无论天资高低，能坚持至此，已属不易。现在宣布最终考核结果：赵明轩、石青山、陈远、孙磊以上4人通过考核，自即日起便是我五元门炼药堂的正式药师。青山，我们是药师了。你4人先回房休息吧，明日自有管事引领你们前往其他堂道。恭喜4位，自今日起你们便是正式药师。来，领取你们的东西，每人2套药师服，1块身份腰牌，还有10两银子的安家费。从明日起，你们有5天的假期，可回家探亲。银子是安家费，你们待会儿便可去挑选一处院落，明天一早即可搬入。对了，除了挑选普通院子外，你们还有一个选择，就是去看管门里的药园。药园位于独立小山，环境清幽。若担任此职，往后无需每日处理药材杂物，只需每月完成定量炼丹任务，但需除草肥除除虫，且明日交接则假期作罢。黄药师，在下院前去看管药园。你想清楚了？青山，慎重。是，在下想清楚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便禀明堂主，那药园以后便交由你来看管。明日一早你来此处，我带你去与刘药师办理交接。青山，你怎么来了？大春，你现在这身板可太结实了。练的，俺这金刚拳已经练到小成了，大家都说俺很有天赋。学徒生涯已经结束了，我和赵公子都通过最终考核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炼药堂的正式药师。啥？药师？太好了，俺就知道你们肯定行。石药师，恭喜恭喜，真是年少有为啊！恭喜石药师。魏队长，我正想找我二叔，您可知见他院门锁着？石柱兄弟不在门里，上个月他被调到黑松山矿场驻守了，走得匆忙。走，石药师，今日你大喜，说什么也得去喝2杯。多谢魏队长好意，只是我明日另有要事去办理看管药园的交接。好吧，我托人带口信给石柱。多谢魏队长。刘药师在吗？黄药师，你可算来了。这位便是来接替的兄弟，看着可真年轻。晚辈石青山见过刘药师，晚辈却是昨日刚通过考核，侥幸成为药师。来，石药师，我与你这药园的情况。这里是卧房，左侧是炼药房，右侧厨房。咱们这园子大小药田共计12块，这3块种的是血晶草，那2块是铁骨藤，靠近篱笆那一片是雪玉参，最是娇贵。石药师，这药园往后就交给您了，你好生照看，我便先走一步。憋屈了那么久，如今你总算得以重见天日，我也终于能毫无顾忌地练剑了。装随身走，不持生智，险些步伐错乱。绵绵如春雨潇潇，束住周身。赵公子，这还下着雪呢，你怎么来了？明日开始便要正式履职，听说头几个月任务不清，怕是难得空闲，想着你托我买的戏得赶紧送来，便趁着今日有空过来了。你这地方风景倒是独好，清静优雅，就是未免太冷清了些。喏，这是你要的药材：凝血散、生肌丸、壮骨丸、益气丸，4种丹方所需药材，每种各5份。最后，这是你要的雪玉参种子，一共100枚。好，青山，我得赶紧回去了，不然路滑天暗可就难走了。对了，明日一早，我们4个新进药师要在乙字院门口集合，去拜见堂主，你可别忘了，早点过去。我记下了。玉盘能融合饭菜秘籍，这种子是不是也能融合？真好看！皇叔，您来啦！这4位就是今年新进的药师吗？这位是堂主的千金何瑶姑娘，在下赵明轩，见过何姑娘。何姑娘技艺精湛，日后还望不吝指点，多多关照。各位师兄不必多礼，以后互相学习便是。尔等既已晋升药师，当知此非终点，实乃起点。往后需戒骄戒躁，虚心求教，精进技艺。谨遵何姑娘教诲。哎呀，我是带我爹爹说的啦。是，谨遵堂教教诲。哎呀，差点忘了长春诀，你们稍等，我这就去取。爹爹前日就叮嘱我抄写4份长春诀备用，我贪玩只抄了3份，方才找
找了好久，才在我自己的书架上找到一本。多谢何姑娘。不客气。长春宫，这不是仙家功法吗？难道是何姑娘拿错了，把长春宫当作长春诀了？但自己并非仙师，再好的仙家功法也不过镜花水月，无用之物啊。石青山啊，石青山，你真是痴心妄想，竟真以为自己能有那万中无一的仙缘。我成功了，我成为修士了，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！完整长春宫共13层，手中这部分仅仅是第1层残篇。如何才能获得后面功法？剑法、步法、药方、功法自身皆无法融合，只有不同内容，才能给玉盘提供因不同思路加以糅合，创造新内容。看来只能等到将来获得其他功法再尝试了。生肌止血膏、强身健骨丸、培元丹，真想看看炼制出来什么样。每月100分的炼药任务不算轻松，还是先完成任务要紧。灵力与神识，对于炼药竟有如此神效。幸好灵力和神识不足，否则若一口气全部炼成极品，交任务时该如何解释？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或许炼制须得藏拙，速度可以比往常快，但品质控制在中上品，绝不能出现一枚极品。果然，凡俗丸药与仙道修行并无直接助密。如此便好，符合上交标准，又不惹人怀疑。这2枚融合的极品一气丸蕴含的灵气，堪比数十吨融合饭食。玉盘融合过的血玉参种子竟然长得如此之快，10天堪比寻常3个月。青山，本公子来看望你了。赵公子，快来快来！我正发愁这些凝霜花一个人不知道要摘到什么时候，你到来的正巧，简直是天降的帮工。哎呀，失策失策！早知道来了就要干活，本少爷就该磨蹭到日上3纲再来。你的一气丸任务完成的如何了？明天可就是月底最后一天，要去交任务了。昨日刚刚炼制完最后一份，得400枚一气丸，不多不少。我2天前便将任务完成了。之所以没立刻来寻你，我前2天接了2个鹤明堂队长的私活，帮他们炼了5份一气丸，小赚了10两银子外快。看来还是赵公子的技艺好，这才刚晋升就有人登门求药了。主要是当初领着徐图10字习武攒下的人脉，等我忙不过来了，就推荐他们来找你。你还记不记得何瑶？要是我将来能娶到她，哪怕少纳几房妾室，我也心甘情愿啊！明日你交了任务，若有时间就去我那里坐会儿。好，明日见。凝霜花分量足够，品质合格，一气丸400枚，中品以上，上品约占3成，无次品。任务完成得很好，这是你的月例10两银子，4枚上品一气丸。周管家，请问仓房这里可否购买药材和种子？可以，按市价交易。我买下10份回春丸药材和一些种子，花费9两银子，月例只剩1两。可以，花钱如流水啊。培元丹终于成了。这一枚培元丹带来的灵力增长，几乎抵得上4枚融合一气丸的效果。
怎么才能弄到炼气2层的功法呢？没有功法，一直卡在炼气1层巅峰，突破不了。要不要向门里坦白自己拥有仙元的事实？如果坦白，肯定可以获得后续功法与许多好处，但其中会不会有什么钱财的风险？青山在不在？大春，魏队长，快请进。石药师叨扰了。青山，你这地方可真够僻静的，我跟我舅找了半天。听闻石药师技艺精湛，这里3份益气丸药材，4份壮骨丸药材，想请帮忙炼制，酬禄10两银子。魏队长，月底前一定炼制妥当，亲自送去虎啸堂。魏队长，可曾听闻我二叔的消息？石柱无恙，不过黑松山矿场那边近来不太平，北边新崛起一个帮派三仙门，3位仙师联手创立，对矿场虎视眈眈，小冲突已有好几起。三仙门，3位仙师，门里已决定增派人手，下个月我和牛大春这一队也要调往黑松山。魏队长，到时候我可以跟你们去吗？我想去看看我二叔。当然可以，到时候你送药丸过来，我们一起出发。不早了，我跟大春先回去了。魏队长，慢走。青山，给，这马是借来的，脚力好，性子也温顺。谢谢。时辰不早，出发。是。看到没？那里就是黑松山，再赶1个时辰左右就能到了。舅舅，离席！大春，小心！此人若不尽快解决，我们都会被一剑一个残尸殆尽。大春，实力好！大春，节哀。这些人肯定都是三仙门的杂碎，我一定要杀光他们，为舅舅报仇！诸位兄弟，此地凶险，不宜久留，我们必须尽快赶往黑松山报信。青山，好小子，真的是你！二叔听说你晋升药师了，给咱家里长脸了。确实是思念二叔，听闻此处局势凶险，心中不安，特意来看看。青山，这些兵进是怎么回事？哪儿来的？我是和魏队长他们一起来的，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埋伏，魏队长他已经不幸身亡了。这是三仙门的服饰，定是他们摸清了我们往来矿场的路线，特意在半道设伏截杀。怎么回事？细细说来。回禀吴堂主，晚辈石青山，炼药堂药师，今日随虎啸堂魏峰队长牛大纯及几位兄弟一同前来黑松山。三仙门竟敢将爪子伸到我们五元门与矿场之间的地盘，伏杀我们的人，此仇必报。那射箭之人是三仙门堂主阎罗剑，剑术超绝，你们能自保脱身已是不易，为何竟能将其全数反杀？堂主，今日我们能活下来，全靠青山兄弟。是青山兄弟冲上山坡，杀了那个放冷箭的狗贼，后来又接连斩了好几个贼人。石柱，他就是你那个在炼药堂的侄儿。是啊，堂主，青山他确实是我侄儿。回堂主，回二叔，在下虽是炼药堂药师，但从2年半前入门起，在完成炼药学业之余，也时时习武，每日练习青木剑法，还从旁人处观摩学习了部分凌波部的身法要诀，私下勤加研习，只盼能强身健体，略作防身之用。只是晚辈从未真正与人动过手，今日遭遇埋伏，全凭一股血气不甘坐以待毙的本能，胡乱挥剑抵挡冲杀。具体如何刺中敌人，或许是运气使然，又或许是贼人见我只是个少年，有些轻敌。其实寻常运气能够解释，想不到我五元门中竟出了你这样一位武学奇才，实乃我门眼下当务之急是三仙门此番挑衅，若我等坐视不理，愧对死去的弟兄，报复必须尽快。我的意思是，就在今夜突袭三仙门在地10里处的据点，端掉他，为魏队长报仇。石青山非我虎啸堂战兵，又已历经厮杀，
今夜行动就留在寨中休息吧。堂主，魏峰是我过命的兄弟，今夜我必须去。吴堂主，在下虽只是药师，却也同是五原门人。今夜行动，在下愿望。虽武艺粗浅，能愿尽绵薄之力，以为逝者，以护同袍。好，算你一个。前面就是目标到点，领头的据说是三仙门姓马的堂主，使得一手陈猛铜棍，手下也有多名亡命之徒。待会儿行动务必速战速决。恭喜堂主练成了仙家功法。是啊，是啊。新进修士，风险陡增，但养元功我要定了。五原门的狗贼来得正好，有马某在此，今日叫你们有来无回。你也有仙缘？你什么你？你的对手是我。马堂主，这养元功我就笑纳了，不能放走一个，杀光他们！追，一个不留！好小子，你今日这身手，嘿，我看比起吴堂主也不差多少，真是天生的武学奇才。一点小伤，不碍事。还好，骨头应该没事，吃粒回春丸。二叔，我自己有。二叔，我从那马堂主身上摸到了这2个小瓶，凭药气判断，青色瓶里的药膏有极佳止血疗伤之效。二叔，你常在刀口填血，这些正合用。撤！属下虎啸堂队长石柱，携炼药堂药师石青山自黑松山矿场归来，有要事向帮主禀报。起身说话。魏峰小队遇伏，吴海带队夜袭报复，石青山在2场战斗中起到了重大作用。好个三仙门，欺人太甚！去把何虎叫来。这位是炼药堂新晋药师石青山，听闻武艺不足，你去与他切磋几招，点到为止，让为父看看。石药师，小心了！一招破坏再一招，刀斧撩人之火般凶猛暴烈，暴烈！何兄刀法刚猛，气势如虹，在下抵挡不住，甘拜下风。石药师宗让了。哪里？哈哈哈哈哈！石青山，你无需自谦，更不必相让。我观你所用步法有凌波步飘若惊鸿之妙，剑招根基分明是青木剑法的路子。莫不是这2门武学你都下过苦功研习？青山，你既有如此过人的武学天赋，留在炼药堂稍微有些屈才，不如来我身边，我可即刻授予你副帮主之职，如何？多谢帮主厚爱，在下自幼对草木药理更感兴趣，炼药之道方是在下心之所向，这身粗浅功夫全做防身之用，不敢奢望高位。既你心系药道，也是我婺源门之福。你此番力挽狂澜，立下大功，想要何奖赏？只要门中一所能及，无有不准。帮主，在下别无所求，只是平日钻研药道之余好练剑，不知可否赐予下2把宝剑？此事简单，回头我便让人取了给你送去。谢帮主。3层，竟然可以修炼至炼气3层。炼气2层，水到渠成。何兄，请进。宝剑2柄，百炼金刚反复锻打，吹毛断发，金锭100两，百枚义气丸。多谢帮主厚赐，有劳何兄亲自跑一趟。父亲还让我带话，决定暂不将你的具体战绩公之于众，是对你的保护，还望石药师能够理解父亲的苦心。帮主思虑周全，青山感激不尽。好剑。这已经不是凡兵了，是令箭。以后便叫你清风剑吧。这冰天雪地的，
且放你一马。人都到齐了吗？见过堂主。门内药师42人全部到齐，都进厅里说话。三仙门与我五元门争端愈演愈烈，炼药堂首要职责便是保障前线丸葵供应。今日召集诸位，第一件起，所有药师常规炼制任务额度统一增加1成，月例提高2成。这2瓶中是2年前我们五元门一位弟兄从3仙明头目身上缴获的神秘药物。青色瓶中药膏对外伤有奇效，褐色瓶中丸药强化筋骨很好。这不是我当初托辞从马堂主身上所得送给二叔，亲手融合炼制的生肌止血膏和强身健骨丸吗？若能掌握炼制之法，将对五元门带来巨大注意。凡能成功破解配方，仿制秤酒者，赏黄金100两。样品有限，每人领取微量样品1份。我亲手炼制的药物，如今成了整个炼药堂集全力破解的神秘药物，自己还成了破解团队中的一员，总算是出来了，闷死我了！再过几天交了任务，咱们就做满3年药师了。按门规有7天探亲假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回家。5年了，将近5年1个月没回去过了。我还以为你会被那100两黄金迷了眼，有堂主和资深药师在，哪轮得到我出风头？我才懒得费心神好好快活。你跟不跟我一起去买点礼物带回家？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那咱们明天一块坐马车去同安城，我先带你去瑞福祥挑衣料，然后去醉仙楼吃招牌菜。等一下，是何瑶，他也要去同安城，我们能和他同行了。赵兄，你若能再清闲几分，想必会更显俊朗风流。对不住，我今儿睡过了些，来得迟了。是赵药师、石药师啊。药方悬赏倒在其次，主要想着若能早日破解，必能增强五元门实力，也算报答堂主。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要不然咱们打个赌盒，就赌着药方破解之事。若我能破解出其中一种药方，你便答应我一个要求；反之，我也答应你一个要求。什么样的要求？到时候再说，敢不敢赌？好啊，赌就赌。赵公子、何姑娘，光是你们2人赌起步无趣，不如算我一个，就赌咱们3人谁先成功破解出任一种药方，输的另外2人每人答应赢的人一个要求。既然你主动送上门来，我此能不答应，尽力而为。蜜果子、松子糖、核桃酥，20份高级药材。你买这么多药材干嘛？为我二叔提升实力。石药师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啊？家中有母亲，还有2个弟弟1个妹妹，5年未曾回去，想着多带些东西让他们高兴高兴。这么多东西，那你怎么回去啊？我去找虎啸堂的兄弟借匹马回去。何必麻烦，就去学给你。哪儿都不好意思啊。你别客气了。多谢何姑娘了。是了，是我寄回来的那些银两。你是英子，英子，来。娘，有偷小孩的来啦！娘，石磊、石铁，我回来了。哇，是点心。青山真是出息了，张嫂子可算熬出头了。多谢乡亲们关心，我在门中只是做些杂物，学了些手艺，还没到说亲的时候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次下山遇到了一件趣事。娘，这里是100两银子，您收好，别太省着，该花就花。娘晓得，你在外面也要当心身体。好嘞。石药师回来啦，探亲可还顺利？谢谢何姑娘借马。何小姐，成了，这药膏的药方我终于钻油出来了。是爹爹。瑶儿，成了，你看，这就是刚刚按照新方炼制出的成品，和原来那药膏一模一样。爹爹你真厉害。你是哪位？在下石青山，炼药堂药师，恭贺堂主破解药膏秘方。在下冒昧随何姑娘前来，乃是因在下于探亲途中偶有所悟，已然侥幸破解了那丸药的完整配方与炼制之法，特地前来向堂主献方。石药师还没练过，那还等什么？现在就练给我看！幸不辱命，应该是练成了。成了，药方没错，药性醇厚，筋骨温润之感明显。虽然比起我们从3仙门得到的丸药药性略逊一丝，但这绝非药方之作，定是因为你初次炼制，对火候掌控尚有失疏。石药师，你果真推演出来了，哈哈！天佑我炼药堂！如此天赋去看管药园，实在埋没。明日你便收拾搬回炼药堂，专职炼丹，钻研新方，无需再理会杂物。堂主厚爱，只是在下生性喜静，已在药园待惯，有助于陈心推演。骤然来堂内，怕难以适应，还请堂主体谅。人各有志，环境也确实重要。既然你觉得药园更适合你，那便依你。不过切不可懈怠，定要时时钻研，精进不息。在下谨记堂主教诲。那你把药方写下给我吧。堂主，关于这药方乃在下所出一事，可否请堂主代为隐瞒？为何？不喜交际，只求清静。若传开，怕不得安宁。年纪轻轻不慕虚名，如此心性实在难得。也罢，对外便宣称是老帮主近日推演而成。谢堂主。那悬赏的100两黄金该是你的，明日让瑶儿给你送去。
堂主请过目。瑶儿，你替为父送送石药师。石药师，我送你出去吧。真没想到这场赌决结束的这么快，还是你赢了。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只要不违反门规，在我能力范围内，我都答应你。自打入得门来，我便对仙家妙法心向往之，尤其是修炼了何姑娘赐下的长春诀后，得知其源自仙家功法长春功。不知何姑娘能否让我一观那长春功，也算了我一桩心愿。咱们普通人没有灵根看了也没用，你要不换个其他要求？这个赌约本为增添乐趣，我只是纯粹好奇，若实在不方便便算了。想不到石药师看着沉稳，骨子里倒是真正的洒脱之人。好吧，既然你坚持，长春宫我屋里就有一份，你在此稍等片刻，我去给你取来。何姑娘且慢，敢问你那里的长春宫是完整的吗？不是啊，当初爷爷是想检测我有没有灵根，爷爷只给了我第一层的内容。原来如此，可惜了。若是能得见全本，哪怕不能修炼，也算是亏欠了仙家功法。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去爷爷那里拿就是了。爷爷现在闭关修炼，到时候给你看完，我就偷偷放回去。那便麻烦何姑娘了。不麻烦不麻烦，反正明天要去给你送那奖赏。这里石弄得真整齐漂亮。何姑娘过奖了。喏，幸不辱命。仙途有望，困扰多时的后续功法，竟真的以这种方式来到了手中。合虎，快将功法收起来。石药师，咦，瑶瑶也在呢。何兄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快请进。石药师，我有一事想请你帮忙。哦，哥哥来找石药师，肯定是想请他帮忙炼药吧？炼药？我的药丸平日里都吃不完，我是想请石药师2个月后陪我去一趟五岭山。哥哥，你要去五岭山做什么？为爷爷准备100岁寿礼，想去五岭山深处寻找珍稀药材，最好找一位既精通药性又武艺强的药师。石药师毫无疑问就是最佳人选。石药师既要看管药源，还得钻研药道，怎么可能精通武艺呢？所谓奇才就是能……怎么可能精通武艺呢？所谓奇才就是能办到常人难以办到之事。你若不信，我与石药师当场再切磋一场，你就明白了。石药师，不如我们再比试一场。何兄既有此雅兴，石某自当奉陪，还请何兄手下留情。这根本不是势均力敌的切磋，更像是一个成年人在随意应付孩童的扑击。承让了，何兄。2年不见，石药师的剑法以真化解，我这刀技在你面前如同儿戏，实在佩服。何兄过誉了，石药师可愿答应？承蒙何兄信任，石某愿往。我去跟周管事说，把你当月的任务取消便是。那便说定了。石药师，下个月15我来此处，我们一起出发。瑶瑶，我的事情都说完了，你是跟我一道下山，还是……我也回去。石药师，回头记得那本药书，记得带给我。好，多谢何姑娘，石某记下了。太好了，这本是长春宫完整版，可以直接修炼到炼气13层。果然有所变化，3层与13层的融合所产生的功法更加高级。如今的功法修炼起来更加顺畅，体内灵力的凝实程度足高了2成。我有第2种法术了，而且是火焰法术，弹指之间便有火球将目标烧成灰烬。敛息术可以收敛自身灵力气息，配合幽隐丹效果更佳，能滚气出3层左右的修士。幽隐丹主要是一阶土属性妖丹。妖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铁骨藤表皮如铁，寻常刀剑难伤，凡火难燃。想不到火球一触即燃，威力竟如此霸道。威力虽大，消耗也惊人。希望我能承受住这融合培元丹的药力。
还好，是以当前修为服用。1枚抵得上10枚普通培元丹。炼气4层，成了。石药师，收拾好了吗？我们该出发了。收拾好了，出发吧。石药师，此行我只为给爷爷寻寿礼，山中其他收获尽归你。等回山后，再备厚礼酬谢。2位朋友也要进五岭山发财，不如咱们合为一伙，彼此照应，按人头平分收获，如何？这位朋友好意心领，我们习惯单独行动。哼，祝你们好运，但愿还能见到完整的2位。吃饱了便早些歇息。赤珠草，5年左右，止血奇效。开门红，好兆头。约80年，上品。80年，给我爷爷当寿礼，勉强拿得出手了。这株老山参年份足够。石药师，这回恐怕得你。这剑法鬼神莫测。客栈里那俩不知死活的主，守夜的不足为虑，解决掉他们，再去寻那灵药。我画了地图了，小心！没事了，何兄接着休息吧。休息？我哪还睡得着？他娘的，是客栈里那4个杂碎，当初假意邀请，此时就干着杀人越货的勾当，真是一群畜生！石药师，来看看这几个杂碎有什么东西。紫云芝，看着轮纹与色泽，至少是100年以上的年份。石药师，我想把这株百年紫云芝作为给爷爷的寿礼，其他东西包括那株80年山参都归你。何兄客气了，这紫云芝归你便是。地图，这符号是什么意思？何兄，你看这里像不像我们白天经过的溪谷？对，是很像。这地图是真的。如此说来，这个红三角标记的地方可能藏着什么宝贝？有可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不妨按图去寻找，去这个标记点看看。好，要是真有什么大收获，咱们这趟可就来值了。那里有东西在发光，走，石药师，我们下去瞧瞧，到底是什么宝贝？这是赤霞珠果，而且是成熟的赤霞珠果。何兄，你认得这果子？赤霞珠果是炼制聚灵丹必不可少的主药。聚灵丹，石药师有所不知，这聚灵丹乃是炼气7层及以上的仙师经上修为的绝佳辅助。对于仙师起初辅助修炼的丹药，还能用些高品质的普通药材来炼制，但随着修为提升，修炼时就需要从外部汲取更多灵力。若能斩杀，就能得到1枚土黄色妖丹。机会就在那里。想不到你反应倒是迅速，我从背后用飞剑斩你，你看都不看便能躲过，倒是有些本事。我算着这株赤霞珠果成熟的日子前来采摘，现在我只要杀了你，便能将赤霞珠果、这后吐息的妖丹和尸体，还有你这柄不错的飞剑以及所有东西一并收入囊中了。修为也是炼气4层，既然无法善了，那便拼死一搏吧。
以为只有你会。什么？幸好他轻敌，我修炼的是进化功法，灵力更加精纯。三仙门，足足10层，可惜后面的11、12、13层却被火焰烧毁。幸好果肉虽毁，但果核尚存，回去用玉盘加工一下。这一击好重，骨头都凹陷进去了，骨头都凹陷进去了。石药师，对不住，是我连累你了。想不到我合伙人能邀你进山，却害得你陪我一块下地狱了。何兄，莫别说胡话，我们还活着呢。石药师真的还活着，你的大恩大德，我何虎永世不忘。石药师，那可是妖兽啊，咱们怎么活下来的？我昏迷后又发生了什么？也是你我命大，那妖兽刚要将我下口，旁边地下竟又窜出一只妖兽，都是大蜥蜴，新来的直接扑了上去，打得地动山摇，我都吓懵了，直到石子崩到脸上才回过神来。原来是这样，老天保佑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那2只妖兽肯定都早就盯上了那赤霞朱果，打得好啊！石药师，我的紫云芝在呢，放心，你的行囊我一直带着，紫云芝就在里面，完好无损。那种生死关头，你不仅救了我的命，还保住了我送给爷爷的寿老，大恩不言谢。何兄言重了，你伤势不轻，还需静养。今夜我们就在此休息，明日一早便动身返回。好，但凭石药师安排。可算回来了，除了100年紫云芝，这趟进山所得的药材兽皮全都归你，这是咱们说好的。这次进山，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，待我养好了伤，定来兑现额外的报酬，再重重答谢你的救命之恩，千万不要推辞。何兄有心了，报酬之事不必挂怀，养伤要紧。希望它能顺利发芽、长大、开花结果吧。新功法比上一版强了许多，我的灵力强度与先前相比，足足提高了5、6成。流沙术。改变地形，限制敌人，御风术，简直就是顶级轻功啊！这种风驰电掣的感觉，简直太棒了！炼气5层，越来越近了。幽隐丹成了，4枚。躺了2天，感觉好了不少。我这心里老是惦记着要答谢你，不把这事儿办妥了，我也没法安心养伤。这里是500两黄金，请你务必收下。这剑是一柄下品法器，乃是我爷爷在我18岁成人礼送给我的，这太贵重了，此乃老帮主所赐，又是你的成年之礼，意义非凡，石某实在不能收。石药师，你听我说，救命之恩比山重。其次，我所修武学是烈火刀法，留着它也就是摆设，宝剑赠英雄，正是相得益彰。你就别再推辞了，收下吧。既如此，石某便厚颜收下了。哈哈，这就对了，我已再次为你请了1个月的假，此月你无需去做炼药任务，安心休养就好。好剑，
以后便叫你灰影吧。快，